近半年紧张的评选工作，北京奥运会火炬手的选拔工作现已结束。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共推选出火炬手候选人11534人。奥运会筹备的各项工作都在紧张的进行。北京奥运国际论坛24号在人民大会召开，这是第5届北京2008奥林匹克文化节系列活动中，来自国内外30多位奥运管理人士和专家学者在这系列活动上讲解奥运。物理学不存在了。郑队，死者身份确认了，是个物理学家，好像还挺有名的。所以没有任何他杀痕迹。我们在现场发现了安眠药，法医现场初步判断应该是过量服用安眠药自杀。建议到达死亡现场。经初步的了解，这是叫小松死亡位置。他中火车的涂层，其表无外伤。怎么回事？现场已有军方接管，还请警方配合。军方？他为什么会在这儿？他不是被停职了吗？这是军方指令。辛苦您同志。麻烦您尽快交接。配合一下，配合一下。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在玩贪吃蛇？我们史队常说，办案子就跟玩贪吃蛇一样，既要咬紧不放，还要有耐心。沈，现场看完了吗？史队，初步检查是自杀，这是证物。史队，总指挥说了，明天都会照旧。又他妈是物理学不存在了。有几名科学家需要我们亲自去请。这几个我带回来。是请。欢迎收看《接触科学》节目。科学界又发生了一起令人惋惜的事件：著名物理学家杨某于6月3号晚在家中自杀身亡。据了解，近2年来已有数名科学家自杀离世，这对于科学界可谓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为此，我台邀请了著名生物学家潘寒来聊一聊他对此事的看法。你好，潘先生。你好。您曾经成功预言了转基因错误造成的生态灾难，那么对如今数位科学家自杀事件，您怎么看呢？我始终认为，科技的过度发展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病毒。技术爆炸性发展，就像癌细胞一样飞速扩散，最终都是导致其寄宿体的死亡。您的意思是，如果地球毁灭的话，是万幸。作为科学工作者，只是更早意识到这点罢了。那从您的角度出发，您认为如何才能避免地球出现毁灭呢？你们是汪淼是吧？哎，不好意思啊，这不能抽烟。是。对不起啊，王教授，我们是公安局的，这是我们的史强队长。成，楼道里聊吧啊。啊，不好意思，楼道里也不能抽。你们找我是有什么事儿吗？王教授，我们是想了解一下啊，你跟科学边界学会的成员有接触，是吧？
科学边界是国际学术界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学术组织，它的成员都是知名的学者，而且它也是合法的，我为什么不能接触呢？哼，你看你这人，我说的不合法了吗？我说不让你接触了吗？没有吧？这是我的个人隐私，我可以不回答你们的问题。怎么现在什么都成隐私了？你作为一个著名学者，那你是不是应该对公共安全负责呀？那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我也有权利不回答你的问题，请自便吧。哎，等等，我让你关门了吗？给他个地址和电话，下午走一趟。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呀？我们想干什么？不，高教授，刚才请别误会，下午有一个重要的会议，要请几位学者和专家参加，首长让我们来邀请您。我下午很忙。啊，我知道，您下午有一个采访，是2家科学杂志，3点钟您的实验室内部有会。您放心，我们已经帮您把时间都重新安排了，首长也已经向超导中心的领导打了招呼。啊，这是我们的证件。好，下午我准时到。这科学家真不懂礼貌吗？部长，史强这人怎么这样？首长这没料他，应该有什么过人之处吧？真不知道这种人是怎么进的作战中心。作战中心。不好意思啊，上午说话太直了，领导已经批评我了啊，让我来接你呢，就专门给你道歉的。怎么样，这地儿觉得奇怪吧？第一次来都觉得奇怪，这么机密的一个机构怎么设在这儿呢？这原本是一艺术博物馆，没开张就被征用了。来来，那你坐着。我听说你最近在研究什么新材料？是，纳米材料。我听说那玩意儿，一根头发丝粗就能吊起一辆大卡车，那要是被犯罪分子给偷去做一把刀，那么一下就把那卡车劈成2半了，是吧？首先根本就不用做成刀，只要用纳米材料做成头发丝1%细的一根线，把它拉直了在路面上，就能把过往的汽车像切奶酪一样切成2半。哦。第二，只要想犯罪，什么不能容易犯罪？挖鱼鳞的刀都可以。也对，那鱼都能做成武器。我办过一个杀人案，知道凶器是什么吗？是那个冻在冰箱里的罗非鱼。那鱼冻硬以后，后背那一盘刺儿，那就是锋利的刀。史强队长是吧？对，姓史名强。你们今天下午叫我过来开会，不会就为了说这个吧？啊，没有，没那意思，就是闲聊啊，带你转转。你看，这博物馆就是好啊，它告诉我们人呐，终有一死，死以后都会变成这样的大骨头架子。那您是想多了，现在我们都是火化，而且这个叫化尸。哦，对，
哎，你说你们搞科研的，火化以后会不会出舍利子？哎，走，边走边聊来。同志们，会议之前我先介绍一下，这位是北美战区 M 国海军陆战队上校斯坦顿先生，这位是 T 国陆军上校麦克先生，同时，他们也是北美战区和欧洲战区的联络人。这2位是非洲战区。这些个人都是想从我们这儿套情报，但是他们又什么都不告诉我。大洋洲、亚洲，我在这儿有段时间了，还跟你一样，什么都不知道。以及联合国的代表，在这儿我就不一一介绍。同志们，会议开始。没错，今天同志，这里称呼同志。到会的同志们，同志，介绍一下，在全球各战区，我们这里已经成为了焦点。目前，敌人的进攻加强，目标仍然是科学界的高层。加达约克大学的戴维教授是宇宙中微子探测的先驱，于1个月前自杀。A 国的天体物理学家哈特于13天前自杀。T 国是此次科学界自杀灾难重灾区。精密光谱领域的奥古斯特教授、原子核结构研究的鲍尔教授等5人先后殒命。最近一段时间，全球各地的科学家自杀人数急剧增加。你们面前都有一份自杀者的名单，可以看一看。王冕教授，看完了这份名单，你有什么感受吗？名单上的这些人，都是物理学前沿的知名学者。认识？哦，不认识。想认识。名单上的这些科学家，都是在不到2个月之内相继自杀。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王教授问的是最后一个自杀者，杨东是吧？杨东是最后一个自杀者。前天晚上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他死得很顺畅，没什么痛苦。他们为什么会自杀？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自杀的原因基本上是相同的。大多数自杀的科学家都在遗书中质疑了人类的物理学根本就不存在。这个档案袋里有他们的遗书，会后你们可以仔细的看一看。杨东的不在这儿。哎，丁仪博士，能把杨东的遗书给汪教授看一眼吗？他的最简短也最有概括性。谢谢。杨东的男朋友，我知道。你知道吗？他是发现红原子的著名物理学家，研究球状闪电。一切的一切都导向这样一个结果：物理学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将来也不会存在。我知道这样做是不负责任的，但别无选择。物理学不存在。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一个组织——科学边界。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
自杀的科学家当中，大部分人跟这个组织有关系。丁博士啊，您是物理学方面的专家，你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吧。我跟科学边界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但这个组织在学术界很有名。他们的宗旨是从上个世纪下半叶以来，物理学古典理论的简洁有力渐渐消失了，理论图像也变得越来越复杂、模糊、不确定。所以他们希望用科学的方法验证科学的局限性，试图去确认科学对自然认知的精度和准度下面存在一条底线。那这条底线下，科学是没法触碰的。但是随着现代物理学的发展，人类好像渐渐的触碰到了这条底线。丁一博士，你能把这事儿说得更清晰一些吗？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丁博士，姐。自我介绍一下，常伟思。根据我们的了解，自杀的学者中，有很多人跟这个科学边界有来往，有的甚至是他们的成员。当然了，这个组织没有犯罪行为。我们听说最近好像这个组织跟您有联系。是，他们邀请我参加过他们的聚会。哦。那具体的细节是什么样的？对，包括联系人姓名、见面的时间、地点、谈话内容啊。如果交换过一些资料，还有电子邮箱的话啊。大使，你职业病犯了，这不是审讯室。王教授，继续。邀请我参加的那个人叫申玉飞。是一名外籍的物理学家，他现在在一家外资的公司工作，从事纳米方面的研究。我们是在一次技术研讨会上认识的，在那次研讨会上，他给我介绍了一些物理方面的专家，有国外的也有国内的。然后呢？没有然后了，我们之间可以聊的话题并不多。为什么？我从事的研究是应用物理，他们聊的是基础物理，在这方面我不太行。所以基本上我是听他们在讨论和争论，但是这些人思想都很深刻，观点也很新颖。虽然听他们聊天，但是对我的思想也会开阔不少。他们没要你加入？邀请了，但是我精力有限，所以我就拒绝了。说实话，哎，我说的就是实话。我没有必要对你们隐瞒什么。物理学要是不存在了，那你的纳米怎么办？我说了，我研究的是应用物理，即便物理学不存在了，我的纳米试验还是可以继续。王教授啊，是这样啊，我们今天邀请您来的目的呢，是想让你加入这个组织，想通过您这个渠道，了解他们内部的一些信息。您的意思是要我去做卧底？卧底？笑什么笑？你说的没错。只是想了解一些他们内部的情况而已。对不起，首长，这个事我做不了。王教授啊，调查这个组织呢，很复杂啊。我们呢是如履薄冰，如果没有您的支持，我们将寸步难行。工作真的很忙，时间也没有那么多，所以不好意思。谢谢你今天光临我们这儿，耽误您宝贵的时间了。这样挺好。
我压根儿就不同意这方案啊！已经有那么多书呆子自寻短见了，你再派这样的去，那不是肉包子打狗吗？你这么说话确实不像一名合格的警官。我本来就不是。那些学者的死因还没有调查清楚，你不应该用这么轻蔑的口气去评判他们。他们用自己的智慧，为人类做出这么多贡献，比任何都要值得。什么意思？你是觉得他们比我强啊？我总不至于被别人忽悠几句就自寻短见。至于汪教授你，我真没有信心。哎，我没信心，真的。你是说我也会自杀吗？至少我要替你的安全着想。不需要，在那种情况下，我比你安全。一个人的鉴别力和自己的知识储备成正比。真不见得，就像你这样的脆弱。大石，你让他说。也许有些人就是一辈子也无法理解科学家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总之，我告诉你，别去科学边界，千万不能再去科学边界了啊！死了的人就算了，我不希望看到再死人。过一阵儿，我希望他能好好活着。大石啊，你先出去。我当然会好好活着，只不过再也不想见到你。反正我是希望以后能再见到你。那个大使啊，就是那么个脾气。其实他呢，是一名非常有经验的刑警和反恐专家。20多年前，我当连长，他是我的战士。鉴于目前这种情况，我们很需要他。其实汪教授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问我。常将军，刚才您说的那些事情，跟军方有什么关系啊？战争跟军方当然有关系了。战争在什么地方？现在全球一处热点都没有，应该是有史以来最和平的年代了吧？很快，你和所有的人将会明白一切。那您的意思是，我们即将要面临战争吗？华教授，问你一个私人问题啊。你的人生中发生过重大变故？我说的这种变故，就是突然间改变了生活。比方说，你睡了一觉，当你醒来之后，突然发现这个世界完全不同。没有。好，那你的人生属于一种偶然。世界很大，变幻莫测的因素也很多，那你的生活居然没有变故啊！可是大部分的人不都是这样吗？那大部分人的人生都属于偶然。那之前多少代人也都是这样平淡的过下来的，都是偶然。常将军，请原谅我今天理解能力确实太差了。您要是这么说，那岂不是？是的，整个人类世界都是偶然。从新石器时代走到了今天，居然没有重大的变故，这不是一种幸运？既然是幸运，那早晚有一天会结束。现在我就告诉你，结束了，做好思想准备吧。那车已备好，再见，王教授。全球各地的科学家自杀人数急剧增加。总之，我告诉你，别去科学边界，千万不能再去科学边界了啊！死了的人就算了，他的死因跟他的科研成果有关。一切的一切都导向这样一个结果：物理学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将来也不会存在。我知道这样做是不负责任的，但别无选择。大家来到中华2号高能加速器基地。王总，自1932年世界上您拍加速器呢吧？排加速器以来，都检查好了，放心吧，
咱们实验室对加速器提供的纳米组件完全没有问题。加速器今天终于要启用了，投资200多亿，全球第3台，亚洲第1台。没想到第一次运行，居然交给了这么一个年轻的科学家。那个结果已经出来了，测试报告就在这儿。The superintendent still this collider test data. Do you think this set of data is normal? The 3 sets don't correlate, but as Dr. Chen said, what normal is abnormal. But I'm curious, where did the data come from? Liangxiang Accelerator Experiment Base. You know, my student, Yang Dong, just started the experiment. He didn't finish. There are no test results. There is nothing in the lab. Impossible. So where did you get the data from? Liangxiang Accelerator Experiment Base. These are the experiment data Yang Dong will receive today. 加速质子，第一阶段，分离磁极开启装载功能，注入粒子数，倒计时，5、4、3、2。Measurement correct? Yeah. No accuracy. Misfit of data. Please fax me the result. The all test results are accurate. And yet, you had them before. Who are you? How did you get these results? Look at it. It's trying hard. Climbing over bricks, over the steel. The glass. Through the glass, it sees you and me. It thinks it couldn't get in because it hasn't found the crack on the glass yet. It believes a crack must exist. I can give the crack, but it got no choice.英仪是个很好的人选。首先呢，他是研究基础物理的科学家；其次，又是杨东的未婚夫。他如果去了科学边界，对我们有利。我觉得不是。
为什么？这个科学边界基本上都是基础物理学家，他们奥运火炬金银砖正在银川销售中。此次发行了北京2008奥运火炬金银砖共10款产品，背面是北京奥运火炬图案和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火炬接力纪念中英文字样，正面图案是北京天坛，并用先进工艺雕刻有北京奥运会徽。我将帮助你们获得这个世界。我的文明已无力解决自己的问题，需要你们的力量来介入。
王教授，请。接我来的人不是你啊？不是我，我是去接丁博士的。 结婚多久了？8年了。孩子呢？7岁。我这房子本来买的就是结婚用的，还以为他真的会走进家庭呢啊。杨东，哎，他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给你特别特别的，照到身上的光都是亮亮的。今天下午你离开之后，作战中心的人找我单独谈了，希望我能够加入科学边界组织。那你没有答应他们？没有。再退了！我跟你讲，他们就是一群，自大的白痴，啊。他们好像做过一些调查。是啊，还是全世界范围的。那所以他们应该知道，有2个人跟科学边界没有任何的关系。杨东就是其中之一嘛。丁博士，杨东他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因为物理学不存在了。如果说物理学不存在的话，你现在松开手，你手里这本书应该飞在天上，而不是落在地上。不对啊！如果物理学不存在，薛定谔就不应该在地，应该在天上嘛。所以，爱因斯坦也不应该在地上，牛顿也不应该在地上，就他们这些人。全都不应该在地上，他们应该飞在天上。都在地上。会玩这个吗？会一点。我杨东特别喜欢，因为它让我们想起了加速器中的粒子对撞。帮我收一下。你随便扔就可以，随便扔，没事，不用堆那儿，随便扔一下就。
打进去吗？一般人都应该可以吧。慢慢转个90度。对，好，可以。丁博士，这是干什么呀？再来。现在实验结束，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结果啊。我们一共进行了5次撞击实验嘛，前面4次都是在不同的位置、不同的时间，然后第5次跟第1次是在同样的位置，但是不同的时间。所以这样结果你不惊讶吗？5次撞击实验结果都一样啊。什么意思啊？我想请你用物理学的语言解释一下这样的结果。物理学的语言啊。在之前的5次实验当中，白球和黑球质量没有任何变化，位置关系如果以台球桌作为参照系的话，也没有任何的变化。白球撞击黑球，速度向量基本上没有变化。所以导致2个球在碰撞的时候产生的动量交换也没有变化，这就是为什么每一次黑球都可以打入洞中的原因。所以你现在发现了一个非常伟大的定律，就是物理规律在时间和空间上它是均匀的。人类历史上到现在所有的物理的发现，什么阿基米德定律啊、弦论，就是一切的一切啊，都是基于这个定律之上的。你懂我意思吗？我懂你说的，但我不知道你想表达什么。你敢不敢想象一下另外一种结果？第1次，黑球进袋；第2次，黑球呢打偏；第3次，黑球直接飞到第4次，黑球像一只受到惊吓的麻雀一样在房间里飞来飞去。到第5次的时候呢，它以接近光速的速度飞出了这个桌子，打穿了墙壁，然后摆脱了地心引力，直接飞出太阳系。就像阿西莫夫的科幻小说里写的。那如果是像这样的一些实验结果的话，你会怎么想？你和杨东都喜欢打台球，是因为打台球让你们想起了加速器里面的粒子碰撞。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了，在杨东的实验室里。 9点07分的第1次数据，10点22分的第2次数据，10点50分的第3次数据均不一致，与计算数据也不一致，实验失败。发生了。可这本来就是实验的一部分，对于实验来讲，这很正常。 对，就实验而说，这数据不正常是正常的嘛，对吧？但这次不一样，
我们回到台球啊，如果第4次它这个黑球像麻雀一样飞来飞去，然后第5次黑球飞出了太阳系，那这样的结果，如果我需要你来验证的话，你能用推论得出来吗？我是研究应用物理的，对于这些我不太懂，但是我觉得应该不可能。这是你发给死者的传真，这几份都是吗？怎么了？你女朋友没事吧？到底怎么了？怎么了？啊？这个谁呀？实验结果。时间。我能救你。员工完全相同的数据，在他实验根本没有结束之前，已经交到了曼菲教授的手上。绝对不可能，在已知的物理学内，绝对不可能。我们觉得不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在相信物理学。杨东论证过了。我也不知道，我也想知道嘛。就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啊，那么物理规律中的时间跟地点均匀这件事情就不存在了，那也就意味着，也就是说物理学不存在了。这对于前沿的理论探索会是一场巨大灾难。所以理论物理想要有所建树的话，它需要有一种执着的宗教信仰。这也是为什么有人愿意相信射手和农场主的那个假说嘛。射手和农场主，这是科学边界的一套说法。对，就是反正那些不能证明也不能证伪的理论，其实说白了就给了一点希望嘛。但这种希望有时候也可能会把人拖到深渊里。我一直觉得我好像抓住他了。或许你答应我求婚的话，实验就会顺利了。实验失败。哎，那你多测几次呗。早可能错了。绝对不可能，我们觉得不可能。现在还相信物理学，物理学不存在，物理学不存在了。
你好。欢迎你重新回到科学边界。打扰了。不，接到你的电话，我很高兴。你希望我能参加科学边界？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参加，都来了解我们。我还是不能完全接受你们的理论，虽然它听起来是很吸引人的。任何事物，在你开始怀疑并且想突破它的时候，是最吸引人的阶段。所以我们的名字叫边界。在这个地方能有这么大一个院子，主人一定不是一个普通人吧？这是我们一位会员的私宅，提供出来给我们做交流用。汪教授，汪教授，这位会员是研究量子纠缠的吧？是的。欢迎第一次来到科学边界的朋友。也欢迎重新回来的汪淼教授。汪教授之前参与过我们的讨论，所以接下来，我想请你告诉大家，我们探讨的究竟是什么？应该是射手和农场主的假说。假设有一名神枪手，在一个靶子上，每隔10厘米打出一个洞。设想这个靶子上生活着一种2维智能生物，他们中的科学家在对自己的宇宙进行观察后，发现了一个伟大的定律：每隔10厘米单位必然会有一个洞。他们把这个神枪手一时兴起的随意行为看成自己宇宙中的铁律。在2维世界的生物看来，那些每隔10厘米出现的洞，没准就是他们世界最伟大的神迹。或许他们正准备进去冒险，甚至在研究勘测设备到底用哪种材料才能更快、更安全地去探秘。或许就是纳米材料。还有一种。农场主假说，一个农场里有一群火鸡，农场主每天上午11点来给他们喂食。火鸡中的一名科学家观察这个现象，一直观察了近1年都没有出现例外。于是他也宣布了自己宇宙中的伟大定律：每天早上11点。就有食物降临。到了11点，农场主又来了，但是今天是感恩节，食物没有降临。农场主进来，把他们都捉去杀了。我们有可能是那个靶子上的2维科学家，也有可能是农场里的火鸡科学家。如果在这个世界中确实存在一种超自然能力——射手，那么射手所掌握的规律就是真相。牛顿的经典力学在微观世界完全没有，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放到量子世界又遇到更多问题。如果科学有边界，那么我们很可能快要触碰到的就是那个边界。2维生物接触到的真相不是真相，因为在他们的世界，根本接触不到真正的真相。他们的科学是有边界的。
那边界之外是什么？射手和农场主掌握着的规律是什么？就我个人而言，这已不仅仅是科学本身，而更像是一种仪式，对于科学边界无限探索的仪式。可这又有什么意义呢？说说你的见解。我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见解。对于理论，在座的各位都比我有发言权。不过我觉得，今天的探讨本身只会让科学家变脆弱。在我看来，这些假设根本无法证明是否存在。但如果大体上的二维结果，农场主的火箭，让这个无法改变的事，他们还有多绝望？你此刻的态度恰恰说明，不管你愿不愿意证明，你已经认可了这个假说。就算我认可，我也不会接受我是一个火鸡科学家。在此之前，你也许从来都没有想到自己有可能是一名火鸡科学家。我不会接受我是一个火鸡科学家。申博士，你有没有想过，这种手法是要杀死人的？农场里的火鸡本来就该在感恩节那天死去。王教授，脸色不好，没睡好啊？那天你是故意跟我说那些话，对吗？哪些话？让我去找丁仪，让我觉得科学边界可疑，你都是在设计我，对吗？你给我挖好了套，等着我自己去钻。你呀，虽然是个搞科学的，但脑子还挺好使的。又查到什么了？赶紧交代一下。杨东到底是不是自杀？从刑侦学上和法医鉴定学上，妥妥的自杀。但如果他们都是自杀，那我们还调查个屁呀！啊！你还在设计我？设计我去关注杨东？没错。哎，我还得给你下一套。过2天杨东的葬礼。走吧，走吧，走吧。干嘛呀？开车送我下山。是我车吗？你就拽？情绪激动的时候，很容易犯错误。他去找了丁仪，又去找了申玉飞。别得意太早，这能说明什么呢？我敢打赌，他一定会出现在杨东的葬礼上。为什么？不为什么呀？我觉得这个汪淼很特殊啊。哎，老常，这都这么长时间了啊，就一个科学家自杀案，你这么大个作战中心，真的一无所获吗？你该跟我说说，啊，你都把我调来有一段时间了。我这个作战中心所有的事情都要向你汇报吗？你就把科学家的案子给我查清楚就行了。行，放心，我就从汪淼这儿把这案子给你破了。但是，咱们俩说好的，你可别忘了，我停职的事儿，你得帮我解决了。我没帮你吗？
你停了吗？你在我这儿不干得好好的吗？一鞠躬，再鞠躬，3鞠躬。家属回礼。叶老师，您节哀。你是？我是杨东的朋友，我叫王淼。谢谢。你也是研究弦理论的？不是，我是研究纳米的，应用物理。前2天我看了一个报道，就是关于纳米的。说的是一种超强度纳米材料，叫飞刃。那个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实验室研究的方向。很大胆，很有前瞻性。您过奖了，叶老师。啊，前些天在良乡超弦模型验证试验那天，刚巧拍了一张杨东的照片。把它送过来给您留个纪念。不好意思啊，叶老师，我在重印的时候技术上出了一些瑕疵，过些天我重新重印一张，给您送到家里面去。谢谢。您太客气了，叶老师再见。律师黑挺帅呀。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来这儿纯粹是为了对一位科研人员的尊重和悼念。我跟你解释清楚了吗？别再跟着我了。我要你解释了吗？你跟那个叶文洁、杨东他妈聊了很久啊？久吗？节哀，顺便。再见，需要那么久吗？什么东西啊？喂，哎，小旺。哎，老李啊。怎么了？哎，什么情况啊？我让你帮我洗那一卷照片，你机器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为什么照片上面全都带码啊？这不可能啊！哎，别的客户没说过这个情况啊，是不是你底片的事儿啊？等会儿。底片上也有，是胶卷的问题吧？我胶卷也是在你那儿买的。不能吧？哎，你相机的问题吧？会不会是调色计时窗了？不是，你什么机器啊？我徕卡呀，1988年的 M2，全机械手动的。哟，那可是好玩意儿啊！你可真舍得啊？不对呀，
你这款机器应该没有计时功能。不是，就算有计时器的话，它也不可能出现在照片的正中间啊。那我就不知道了，要不你再查查？不对啊，这个码还能根据背景改变颜色。啊？我先研究一下，不跟你说啊。得嘞。
1187个小时。1187个小时。